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绿旗袍惊艳江南娃娃脸，撑起古典风骨松弛感，打败多少用力过猛。一身浅豆绿旗袍，白伞轻轻举着，人站在廊边，身后是青山湖面起的薄雾。这画面一出来，我第一反应就是，原来现在的江南味已经不是单纯靠滤镜硬堆出来的，而是有人真能撑得住这股气。说实话，最开始刷到谭松韵这一组照片，我还愣了一下，因为在我印象里，她一直是那种元气小白兔路数旋风少女，以家人之名这条线，看着就跟隔壁小妹一样。结果这回整个人拎到江南井里，居然不违和，还有点古画里走下来的感觉，这反差挺有意思。画面是江南，但不是那种非要堆大红大绿配大头饰的那种戏曲感，而就是青山湖面薄雾一层，远处山林淡淡的，水汽像是往镜头里飘。他整个人站在廊边，旗袍是浅豆绿，无袖，线条干净，衣身绣的是铃兰和彩蝶，不是特别夸张的大花，针脚看着很细，远远看就是一股清爽，不冲眼。服装这一块，国内不少时尚号都提过，这次合作更偏新中式路线，不走那种厚重老上海风。浅豆绿本来就挑人，肤色一暗黄就容易显脏，而她占那皮肤看起来被衬得挺透，灯光也没打得很烈，就是自然光那种柔雾感，这一层一层叠在一起，气质就出来了。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那条大麻花辫，现在好多造型师爱搞各种卷发、披发，偏偏这次给她整了一个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顺着肩头垂下来，辫子上还点着蓝红小花，这种搭配一不小心就俗，但镜头里反而有点灵气。可能也是她脸型偏圆，五官不锋利，这样扎起来，把利落感、乖巧感放在一块儿了。有媒体在推这组图的时候，形容她褪去少女感，多了古典女子的娴静。我一开始还觉得有点夸，但照片多看几张，确实有这么个意思。她靠栏杆看远处山雾，表情不是那种刻意卖弄的我懂文艺，就是眼神收着，嘴角微微压着，整个人松松的，像你周末在湖边散步，停下来发个呆。而那张纸伞回头笑的图，挺微妙的。你说完全没少女感也不对，她笑意出来，还是那种软软的甜，但又不是之前那种活蹦乱跳，而像把情绪收了一半，只留了个温柔的弧度。眼睛也不再是大幅度瞪着，而是眼尾轻轻垂着，里面那点亮光蛮柔的，这种软里带静的状态，其实挺难拿捏。室内那组我倒是更喜欢一点，灯光压下来了，她半侧身靠着地面，旁边放着一个简单的花瓶，插着粉色小花，背景故意压成素净的灰白，就像老照片里那种略带墨纱质感的画面。她眼神没看镜头，是微侧着，脸上没什么我要给你看我有多温柔的用力，只是淡淡的，整个人像被背景吃进去一半。说到底，这种风格靠的不是我穿了一件旗袍，所以我有国风，而是她自己那套气质跟画面气息对不对上。谭松韵的五官不算浓烈，不是那种大眉大眼艳丽派，她眉眼短而柔，很容易给人一种亲和感。换句话说，她有点邻家版江南，不是那种端着的名媛感，而是你走在河埠头，抬头能看到的那个姑娘，安安静静站那不吵不闹。这里就有个反差了，很多观众对她的固有印象其实还停在娃娃脸少女感上。去年上综艺也常被夸状态好看不出年龄，媒体也喜欢这么写。结果这回旗袍一上身，镜头不追求那种活泼感了，她反而稳住了，有点把自己往气质派那条路挪一挪的意思。这种转换对演员来说挺关键。说实话，
娱乐圈里很多人穿旗袍，最后成了旗袍再称人。有的五官太现代，造型再怎么复古，都带着镜头外的那层锋利；有的表情管理太用力，一抬眼就把那份劲给破坏了。而谭松韵在这组图里，反而是人往后退半步，把空间留给环境，让景和人融合在一起。他不抢画面，却又不会被淹没，这就挺吃气质。你看那些传统的江南画卷，最怕的就是有人硬往里塞故事、塞表情，一塞整个气就乱了。而这回他的状态，挺像老一辈口里的那句站着不说话就是话。有人会说这话吹大了，可你仔细看，他整组图没有过大的肢体动作，一切都控制在略微，这种收着来的美，很吃功底。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这组图某种意义上也回应了最近挺火的新中式穿搭。这2年，不管是微博还是小红书，关于怎么穿出国风感的讨论特别多。吊带马甲、改良汉服、短款旗袍，年轻人玩的飞起。问题也摆在那，很多人穿是穿了，可一看气质跟衣服是两路，整个人像借了件戏服，心不在这。我在后台经常看到读者说，国风一上身就嫌老穿旗袍特别别扭。说到底，就是没找到跟自己气质对得上的那条路。而谭松韵这个案例，其实给了个参考，她没换一个全新的人设，没强行走御姐、走狠辣，而是在她原本温柔邻家的基底上，往里面加了一点劲松，让节奏慢下来，气质自然就往江南那边靠。更有趣的是，她这个人设是慢慢长出来的。早些年的她，在采访里、综艺里，都挺机灵的那种，说话快，反应快，甚至带点小鹿乱撞的感觉。这一些年工作越来越踏实，角色开始有厚度，媒体也在往有品质感的女演员那方向给她贴标签。你想啊，一个人的行业定位在变化，她的外在呈现也要跟着进化。这回旗袍江南风就是一次挺成功的视觉试水。再往大点说，这样的画面其实也回应了一部分观众心里的审美疲劳。前几年，大家疯狂追冷白皮、高对比、大浓妆、烈焰红唇，视觉刺激是够了，可久了就腻。最近不光是时尚圈，就连短视频平台，关于松弛感的话题都飞起来。谁还能看得下那种牙关紧咬、眉头死拧的用力美呢？谭松韵这组图有意思，就有意思在她把松弛用在国风上了。很多人一搞国风，就自带一种我要端着的心理，没演绎严肃，气就上不来。而她整个人轻轻的，肩是放下来的，不挺胸收腹去跟镜头较劲，眼神也没把观众当成裁判。这种轻柔的状态，反而让那身浅豆绿旗袍真正活了，而不是贴在她身上当壳。我就纳闷了，多少人天天喊着要文化自信国风崛起，结果拍个照片非要拼命挤表情，搞得大家一看就累。而你看这一次，没有大段台词，没有用力过猛的氛围渲染，就靠一个人站那，走2步，回个头，整个江南气就出来了。说到底，自信不是喊出来的，就是你站在镜头前，敢把自己放松下来。有人会担心，说这种淡淡的美，是不是太寡淡，不够炸裂？我的看法是，审美到这一步，越淡越考验底子。这种清雅的东西，就像好茶，不是喝第一口就拍桌子说香，而是喝着喝着，觉得嘴里有回甘。江南风从来就不是吊在屋顶上的大灯笼，而是巷口晾着的衣裳，湖边飘的雾，这些东西本身就不算劣。换一个角度看，谭松韵这次也是给不少女演员提了个小醒，人设不一定非要靠翻车事件大撕扯来制造，她走的是反方向，用一组安静的照片
把大众对他的认知往古典感这边挪一点，这种细微的调整，反而更适合他。也许下次再接古装，再接年代戏，观众心里的那道门就更好敲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江南韵味，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事，还扯上现在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那种日常化期待。以前说国风，就容易往庙会、舞台、大片那边想，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在日常生活里看到衣服能穿出门，妆容能见父母，发型不把自己搞成别的时代的人。谭松韵这一次，就是把话里江南往现实挪了一小步，让人觉得，哎，这样穿我好像也不那么扛不住。我个人挺喜欢那句评价，轻而不淡，柔而有风骨。听着像夸大话，但放他身上，倒也贴。轻不是没存在感，而是不燥；柔不是没主见，而是没刺眼的硬风。风骨这个词放大了有点重，放轻一点，就是一种不卑不亢，也不卑微的站姿。这年头能站得这样不容易。最后说句实在话，现在平台上各种国风大片看多了，难免麻木。这回看到谭松韵在青山湖雾里撑着伞，浅豆绿旗袍把她整个人包得干干净净，我心里那点审美疲劳倒缓了缓。说明观众要的国风，不是单纯的造型堆砌，而是那股从里往外溢出来的安稳气。谁能持续把这股气抓住，谁就不会轻易被时代潮水拍下去。